人在睡觉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他看到隔壁的女邻居此刻正在被惨遭杀害。意识到不妙的女人赶紧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打开房门，快速的朝着邻居家的方向跑去。可由于外面下起了大雨，女人一不小心脚滑，摔倒在马路上，昏迷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外面不停的闪烁着警报灯。女人站起身来到窗户前，发现此时警察正在对隔壁的邻居盘问情况。可没过多久，警察突然调转方向来到他的院子里，询问到他为什么报假警。他们刚才对女邻居的家里搜寻了一圈，并没有发现有人遇害。男主人称他的妻子出差外出几天，根本不在家。You have a little party here tonight? 看着桌子上的红酒，警察怀疑肯定是安娜喝多了后产生了幻觉，可安娜却称自己根本不可能喝醉，她真的亲眼看到女邻居惨遭杀害。安娜想让警察重新去邻居的家里仔细搜查一遍，可女人却警告她以后不准再报假警，不然就将她抓去监狱坐牢。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案发现场。事后的安娜每当闭眼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涌现出女邻居被害的画面，她坚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不是幻觉。于是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安娜壮着胆子来到邻居的家里，敲响了门铃。她质问到男人昨晚为什么要对警察撒谎，难道说这件事和他有关？ Lisa, in your window, and someone had slit her throat. 在安娜不断的逼问下，男人有些烦躁起来。他解释到妻子这几天和公司老板去夏威夷出差还没回来，如果不信的话，他们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说完，男人便将手机递给了安娜。没想到的是，手机上竟真的有女邻居和丈夫的对话，并且时间就在1个小时前。安娜彻底的懵了，难道说自己昨晚真的产生了幻觉？但不信邪的她还是想进房间里查看一下，如果真的没问题的话，她立马就走。男人威胁到安娜，如果再胡搅蛮缠的话，他会立马报警将她抓去坐牢。说完便转身关上了房门。吃了闭门羹的安娜并没有放弃，她判定男人是心虚害怕被他发现端倪，所以才不让他进去检查。于是等男邻居开车上班的时候，安娜偷偷带着工具包撬开了房屋的门锁，随后来到女邻居被害的房间，趴在地上仔细搜寻着蛛丝马迹。没过多久，她便在地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枚遗落的耳坠，这和女邻居耳朵上戴的一模一样，再加上窗户口的位置和她昨晚看到的完全吻合，种种迹象都表明女邻居真的已经遇害。但凶手究竟是谁，则需要其他的线索来证明才行。拿起柜台上的相册，安娜发现上面的女人并不是女邻居，而是一个陌生面孔。难道说这起案件和她有关？就在这时，男主人约翰带着女儿回到了家里，他发现安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擅自闯了进来，安娜也被吓了一大跳。You broke into my house. I'm sorry. I needed to see it for myself. 安娜称她肯定丽莎此刻已经遇害，手里的耳坠可以证明。说完，她便要抢夺约翰的手机，重新查看白天的聊天记录。No. 就在两人拉拉扯扯的同时，约翰的小女儿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看到了两人在一起的画面。为了防止女儿产生误会，约翰训斥到安娜，让她赶紧从家里滚出去。安娜只好灰头土脸的转身离去。虽然又再一次吃到了闭门羹，但总算是有点收获。事后的安娜找到闺蜜，将有关女邻居被害的事情说了出来。她希望闺蜜能帮自己分析一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追查凶手，还是袖手旁观，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Believe you're in a ton of pain. 闺蜜希望安娜放弃调查女邻居被害的事情，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她很可能会遇到危险。于是她让安娜最近这几天坐飞机去外地旅游放松一下。时间来到第二天，安娜按照闺蜜的意思来到机场，准备乘坐飞机前往夏威夷旅游。可不巧的是，工作人员称从上个月开始前往夏威夷的航班就宣布取消，他们这边无法通行。安娜这时想到了约翰和她曾说过女邻居和老板去夏威夷出差，可航班根本没开通，这也就说明约翰撒了谎。有了第二个证据，安娜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能袖手旁观，她一定要抓住那个幕后凶手。离开机场后，安娜连家都没回，直接来到警局报了警。虽然有耳坠和机场两个证据证明，但女警察始终坚信她的判断。那天晚上没有发现异常，并且在家里掉了一个耳坠也不足为奇。说完，蠢女人便将安娜敷衍了过去。等到了晚上，安娜在院子里停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邻居的家门口莫名多了一个陌生女人，对方和相册里的一模一样，并且还当着小女儿的面一起走了进去。以为是客人的安娜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她回到家里开了一瓶红酒，准备好好休息一晚。可等她路过客厅的时候，恰好看到约翰拎着一个大麻袋，一瘸一拐地塞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难道说里面装的是女邻居的尸体？觉得有鬼的安娜偷偷驾车跟在了约翰的身后。等到他来到垃圾场准备处理大麻袋的时候，安娜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她径直来到麻袋前，伸手就要拉开拉链，而约翰则极力的阻止。You killed your wife. What? And Emma's teach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And you killed Lisa. Anna,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Lisa is not dead. 当着安娜的面，约翰打开了后备箱里的大麻袋，结果里面并不是女邻居的尸体，而是一个人皮玩偶。他真的只是来扔个垃圾而已。随后，约翰恳求到安娜不要再打扰自己的生活，他实在是太累了。安娜傻傻的愣在原地，或许她真的不应该多管闲事。回到家里，安娜尽可能的克制住自己不要瞎想，
可脑海里还是会不断涌现女邻居被害的画面。就在这时，他透过窗户看到有一个手持铁锤的男人正在慢慢的朝着约翰院子的方向走去。难道说他才是那个杀害女邻居的幕后真凶？意识到不妙的安娜赶忙想追上去阻止，可等她打开大门的时候，刚才的那个手持铁锤的男人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不仅如此，就连约翰也死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紧接着，小女儿莎拉手持凶器从屋内走了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莎拉所为，女邻居是她的后妈。由于有一天晚上她答应莎拉给她买巧克力蛋糕，结果忘记买了，于是莎拉便怀恨在心，亲手杀死了后妈。因此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安娜从窗户外看到了女邻居被害的场景。至于父亲约翰，是因为他在和自己的母亲离婚后没多久便又重新找了一个，于是莎拉产生了复仇心理。外面那个送铁锤的快递员是他为了掩盖杀人的动机故意找的替死鬼。说完，莎拉便准备对安娜下手。两人在扭打的时候，安娜不小心失手反杀了莎拉，她也因受伤严重昏迷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并且身边坐着的正是警局的那个女人。她终于相信了安娜。影片的最后是安娜和男友两人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